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美元本周强势开局，因投资者关注美国、欧洲和日本通胀数据，以指引全球利率前景。近几个月，外汇交易受利差交易主导，造成低利率货币暴跌，美元上涨。而美国数据忽冷忽热，削弱了决策者对利率前景的信心。欧元持于 1.0846 美元，该区间持续1年多。英国和美国假期导致周一交易量减少。德国通胀将于周3公布，欧元区数据将于周5公布，将作为交易员为下周定价的欧洲降息的确认。接下来，日本央行前政策委员会成员表示，如果经济状况保持不变，央行有望在年底前将指标利率上调至 0.5%。让我们关注尼日利亚政府打击非法采矿，自4月以来逮捕数百名无证矿工，指控他们窃取该国用于电动汽车、智能手机和电力系统的关键矿产锂。下面这条，香港法院将凯撒集团清算聆讯延期至6月24日，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开发商提供喘息之机，以便制定债务重组计划。凯撒集团股价早盘大涨近 6%。让我们关注星巴克在中国面临来自低成本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其市场份额不断缩小。为了应对竞争，星巴克被迫进入他一直声称要避免的价格战，推出了各种折扣券，导致其逐步走向潜在的价格战。下一条，美股上周五收高，亚洲股市周一多数走高。日本日经指数和韩国 KOSPI 指数分别上涨 0.3% 和 0.7%。澳大利亚和中国股市也上涨，上海综合指数上涨 0.3%， 因公司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4.3%。 台湾股市领涨，受科技股买盘推动，台湾半导体行业增长强劲。接下来，力拓和必和必拓合作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皮尔巴拉地区测试大型电动电池运输卡车技术，以实现2050年净零运营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下一条，中国成立史上最大规模的半导体投资基金，以推动国内芯片产业发展，帮助实现自给自足，应对美国的限制。让我们关注瑞银选定内部候选人接替 CEO， 候选名单包括财富管理主管伊克巴尔·汉、投资银行主管罗伯特·卡罗斯基、非核心部门主管贝亚特利斯·马丁和瑞士业务主管萨宾·凯勒布塞。下一条，摩根资产管理增加持有的印度本土主权债券，因其被视为亚洲同行中的最佳选择。接下来，法国希望通过整合欧盟的资本市场，为其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提供规模，减少对美国风险投资的依赖。目前，欧洲的金融市场仍受国家边界的制约，缺乏与美国竞争的深度资本市场。法国政府正在推动欧盟建立资本市场联盟，以协调27个国家的金融法规和监管。然而，一些国家仍不愿放弃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控制。最后一条，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在 B 轮融资中筹集了60亿美元，估值达到240亿美元。投资者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大力压住 OpenAI 等公司的挑战者。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